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啊！今天非常高兴来了两位新朋友哈，一位是Sonia 啊，Sonia 在硅谷从事 PM 的工作啊，背景也很多元，也做过 data 对吧？然后也是斜杠青年，兴趣非常广泛，欢迎 Sonia。谢谢。啊，另外一位是 Eric，是科技大厂的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manager，同时也是斜杠青年啊，你们都是斜杠青年，兴趣很广泛啊。Eric 还对戏剧很有兴趣啊，业余时间从事这方面的一些参与和研究吧。欢迎 Eric。哎，谢谢。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最近被很多人都聊过的一个事儿啊，就是这个大家也知道，前段时间这个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总统去美国白宫跟这个川普和万斯副总统吵了一架，在白宫，对吧？这个很多这个互联网上的YouTuber 啊，或者是 influencer 也都做过各种角度的讲解了哈。我们今天也想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哈。当然，这个我们肯定角度不是从什么国家大事的角度来聊，因为这个我们也不是很专业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总觉得泽连斯基在美国白宫所遇到的这种情景哈，似曾相识，感觉我们在哪儿也遇见过啊，就有一种感觉，好像这个是在职场上经常会发生的情况。往大了说吧，你感觉好像有点 PUA，对吧？你往小了说，你可以说对方很强势，他有很多 resource，他可能 not listen to you，他对你这个威逼利诱，但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就觉得，在美国工作好像确实 somehow 碰见过这样的场景，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看过这个新闻以后是咋想的？心里有些什么有些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我这边的话，其实有一位朋友也有分享过，是一个军事博主，他特地有分享过，就是网上那个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会面的时候，就是心理层面的一些分析，嗯，我可以把他那个这个军事博主的一个分享，就是说一下哈，我们来来来，可以提供一些就是 evidence 哈。它上面是这样说到的，就从他们的会面，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是一场由特朗普及其团队进行的 gaslighting，然后操纵和胁迫的一个真正大师级表演。让我们分析一下下面的关键点，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是否，呃，就是身边的朋友是否有过这样的一些例子，或我们自身在职场当中是否有过这样切身的一个体验啊。我来给你们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指责受害者自身所处的处境。特朗普直接对泽连斯基说，就他的翻译就是，你们让自己处于一个非常糟糕的境地。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施虐者的行为，指责受害者，你们正在遭受一些苦难，对你的吧？问题，而且是对你的问题。你的问题，it's your fault，it's your fault。对，多想想自己的问题，对吧？然后，并且呢，在这个 conversation 当中，反复的要求泽连斯基说，你应该要 appreciate，你要感谢，哇，嗯我给你提供了机会，我给你提供了 money，你要感谢我，嗯。对吧？然后呢，强迫受害者对他们提供的帮助去表达感谢。如果这时候呢，另一方试图去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你就指着他，你不 appreciate，你不懂得 appreciate，对，你不懂得感恩。你不懂得感恩，对吧？然后还有包括特朗普会反复去声称泽连斯基，你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和平。对，然后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特朗普反复是说，You don't have cards，你没有牌，你嗯，没有牌站，就是意思就是你没有牌可以坐在这个谈判桌上跟我平等的去对话，你要 appreciate 我作为一个大国给你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帮助，你要 appreciate，你没有说 thank you。你会发现整个 conversation 当中，他完全是站在一个绝对的上位者的一个姿态去进行一个对话，所以这个军事
博主他做的一些分析，就是针对每一个 conversation，他都进行了很细节的一个分析。我觉得我从旁观者去看这个 conversation，我的确能够感受到，就是泽连斯基他所处的压力，甚至后来呢，我特地去翻了一下他们那个直播下面的一些评论，会发现 comment 也很有趣，就从数据上面很有趣，大多是比较站在人性或者说叫人本主义的角度，会给予泽连斯基比较多的同理心 empathy，他会去指责 Trump，你怎么能够以如此傲慢的姿态去表达你的观点？但也有一部分人就是会觉得，哎，很站台那个 Trump 的立场，对你就是应该这样很爽，对有一种他。很爽的感觉啊。对对，所以就是从他们的 conversation 当中和下面的评论也发现很有趣的一些现象。嗯，对。那 对 Eric 你怎么看？我看 Eric 你刚才一直在摇头。对，我觉得 Sonia 讲的是很到位，就是把这个Trump 和这个万斯的这个嘴脸都勾画出来，让我想到了职场上常常会碰到的一些这个上位者，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会 trigger 我们的一种呃 negative emotion，我觉得泽连斯基的愤怒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表现。呃，其实这方面我还挺佩服泽连斯基，就是他可以把自己的愤怒以一种非常，怎么说，外交或者是合理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使得大家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what's actually happen。其实他后面也许有一些 strategy 啊，就是说怎么样能够不让自己吃哑巴亏吧，说白了就是，嗯，嗯。所以你觉得他可能有意在这个媒体面前就是表现的比较强硬？对对，因为曾经有一个分析师说，其实所有这些讨论可能在闭门的 negotiation 里都会发生啊，甚至如果在那种情况下发生的话，也许泽连斯基就得屈服了，因为最后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在握手，只是说谈判没有成功，这个时候他就要背所有的锅，对吧？那现在如果是当众发生的话，大家就看得很清楚，那谈判的破裂原因到底是什么，对吧？嗯嗯。嗯所以我觉得这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就是当这个场景发生的时候，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回到说我们在职场上哈，如果你在职场上遇到有人对你，不管我们说是 gaslight 也好，还是说 PUA 也好，还是一些强势的一些 conversation 也好，呃，想办法把这些事情变成 somehow public 的 information，不管你是在一个 group chat 里，还是变成一个 email，还是有其他的第三人在场，其实 somehow 都是对你是有帮助的，因为这样可以有别的更加中立的、功利的角度和视角，能够来复盘这个事儿，能够来确定这个不一定就都是真的都是你的错，对吧？因为呢有个人就一直会说都是你的错，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也是一个我们值得学习的一个 strategy，对吧？对，这一点的话，其实刚好我们聊到这了哈。我最近也读了一篇，就是《哈佛商业评论》他写的很中肯的一篇文章，然后里面有提到刚才 Zoe 给到的一些 strategy，就是 Eric 也提到 strategy。那我这边的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你可以分享一下，好。你 share 一下你的那个，行的，好，这是那个《哈佛商业评论》，就是2025年2月17号，也就是上个月出的一篇文章啊。然后这一个写的这个人的话，他是一个爱丽丝是一位文化变革专家。然后最近他写了一本书啊，我也准备也是读一下他的这本书。然后呢，他这里面有提到，就是如果在一个比较有毒的环境里面的话。可以有哪几点需要去关注？首先的话，肯定是第一优先去关注自己，对吧？然后学会照顾自己，或者说学会去保护自己。刚才有提到的，任何这种你觉得让你不舒服的，或者存在 PUA 或者 gaslighting 的这种 conversation 也好，那么把这种 evidence 给收集起来。尽可能是保护自己，这样的话，以便如果你要 fight back 的话，也是有一个基于相对的 fact 的，就是 fact 和 evidence 去进行一个 fight back。嗯。对，
然后还有他也提到，就是说这是向外的一个处理方式。如果向内的话，可以就是通过去 document 写日记，然后一种表达性写作，去减少自己的这种压力和焦虑。还有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吧，就是寻求建设性的对话。如果说很多时候，嗯，如果说从自身的能量或者没有办法去 find back 的话，可以尝试跟一些外部的，能够给你提供就值得信任的 mentor 也好，就是思维更高阶，或者说他能够从一个更高的视野去看待你现在正在遭受的一些事情，那么寻求一个支持的群体。然后以及或者说与人力资源部门去沟通合作然后或者说再去寻求一些其他外部的一些机会。好，然后也嗯。想听一下两位的一个补充，就是如我果在这种，觉得，对，我嗯觉得可能，这个文章，我觉得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意识到你在一个什么境界里，这是能够用这里面说的一些方法的一个前提。我觉得这个前提可能很重要，就是你不要真的在工作中有人这么说你，然后你就觉得，哎，这真的是我的问题，然后就自己很 down，然后自己就在那里，这个情绪很不好，然后。当你其实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这些方法我觉得或多或少大家可能都能够想到一些，或者说寻求一些帮助包括像 HR 什么这个部门，但关键就是在怎么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更加的关键，甚至说是第一步，就嗯，是 you realize someone is gaslighting，或者 someone is against me，intentionally，那呃，有一个方法哦，嗯这里的话，你看，我们去看泽连斯基和 Trump 的一个 conversation，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是开了上帝视角在看这个 conversation，对吧？嗯嗯那么，如果说回到如何去识别这种 signal，还是这个方法。我从给我觉得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把它写下来，任何让你觉得不舒服的 document 起来。这种 conversation 当中，你也可以 take a screenshot。当你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你把这些文本的内容丢到 GPT 那个，它不是有一个 Omni 3吗？有一个具有推理能力的那个模型，你把这些就是文本的数据，你甚至如果没有隐私 privacy 的问题，你可以就是 conversation 就是语音转文本嘛，你就把它转化出来，可以进行解析的文字数据也好，你就丢到一个具有推理能力的模型里面去，你就问他，比如说，请总结一下这一个人或者这个上司他的 behavior pattern，他的行为模式是怎样，他的行为范式是如何。其实，当你的数据有一定的数据之后的话，其实模型会 tell you something。然嗯哼。后这是一种方法，这种是就是document 起来，然后从数据的角度问模型去进行一个 conclusion。还有第二种方法就是，当你不确定说，哎，这个人是否在 gaslighting 我或者 PUA 我，你把它 document 起来，你去寻求更高阶的人，mentor 也好，甚至是你的同事，你信任的过的同事，你问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我给你看这些数据，你觉得这个是有 bias 吗？或者说你觉得这个是符合你的 perception 吗？如果你采访的10个 data point 里面有8个人或有9个人都 agree 说，哎，我觉得这就是他的 behavior pattern，那么那就是说你所遭受的感受是 somehow 你要从 validate 嘛，你相当于就是有 data，然后再去 validate 它。嗯，我没想到 AI 还可以干这个活哈，那确哦，实是是可以的。有意思的有意思的应用场景。嗯，那Eric，你因为你也是在 management level 嘛，有在工作中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然后去处理吗？对，I've been on both side，因为我刚当 manager 的时候，我并没有足够的 appreciate，就是说，要保护员工的这个心理健康啊，所以那时候 I probably traumatized a lot of my team members，sorry for that，
但是我一旦自己 on the receiving side，我也经历过之后，我就觉得我们不能这样下去，这个是造孽的事情，是吧？所以我就觉得，我也希望我的 team member 能够 stand up for themselves and be assertive，无论是如果我 accidentally fall back into 一个 PUA 的 mode，或者说是其他的 peers use this strategy on them，所以我对他们的 advice 总是说，you need to document everything what actually happened，而且在当场的话，就是说你不要立即的反应，因为立即的反应有时候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也许不会给你带来最好的 outcome。但是 you need to document，这样的话，事后你可以自己 reflect，包括上报啊，或者是我们内部处理啊，都可以有一个data point 去 refer，就说这件事情到底，因为有很多就像罗生门一样，也许你当时站在你的视角看到一个东西，但是每个人都记下来之后，才可以还原出那个事情的真相来。嗯嗯，就像律师取证一样嘛。对对对啊，对他从你的观点听到的，然后从另外一个人观点，他采集了非常多的 data point，他们的 perspective 之后，可以相对的还原出事情的本质，或者说事情的真相是如何。对对对，所以 还有 somehow，你是不我还有一是觉得泽个领连斯基的表现算是比较优秀的表现，在当下的应对那个情况，他的这个 response？对啊，人家是当这么多年演员又竞选总统，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政治素人，至少对吧？这个其实给我一个联想，就是我感觉西方的政治越来越像一个表演。你看到很多的演员纷纷上位，包括 Trump 自己也曾经是这个脱口秀的这个主持人，就是嗯因为他越来越多的是 based on 这个人的某种 charisma，就是他对于受众的这种能够 project 一个怎样的 image，而不是说他实际的这种 thoughtfulness。这种作为一个 statement 的呃这种怎么说 strategy 啊智慧，对吧？有可能他们的智慧都是有限的，但是他们的表演能力很强。嗯，带来的情绪价值很好，就是 对对对带来一个对情绪价值。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那个布鲁姆伯格参选总统的时候，我感觉他是非常自信，对吧？我布鲁姆伯格创立了这么成功的企业，对吧？又当纽约市的市长，然后这么成功，我应该无需多言，对吧？I'm one of the best candidate over there。然后我有这么多钱，然后砸大笔的钱去打那个广告，对吧？嗯，结果这个结果非常的惨淡，非常的惨淡。所以其实当时作为一个受众来看他的整个 campaign，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他真的是缺乏你刚才说的那个 charisma，就对。是他总觉得，你看我的成绩都摆在这里，对吧？我这肯定是没问题的。结果，呃，这个就这个并不是好像是大家真的能中国够打动工程师和人的地方。印度工程师的差别一样。中国工程师就像 Bloomberg 一样，总是觉得我要用实力说话，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话，大家有一个很强的叫做 availability bias，就是看不到的就没发生。所以你的所有的实力，你觉得大家会认可的东西，只要你没有到处去说，nobody knows。OK，我们这个又扯远了。我们回到我们这个话题上来说哈，就是第一是我们刚才说，第一是要意识到这个 PUA 或者是 gaslighting 正在发生。那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前面包括那个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那篇文章也提到了一嗯些手段，对吧？比方说呃就找 HR。甚至说更高阶的一个 authority 寻求帮助，但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度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就我该不该去寻求这样的帮助？因为很多时候哈，就是大家也有担心，我这如果提了这个事儿，对吧？让 HR 部门知道了，那这就是 official 是一个很大的事儿，对吧？公司 investigate。嗯，也许这个结果会 benefit 我，也许不一定，对吧？也许这个 HR 部门调查出来以后，也许他 do nothing is possible。那如果这种情况，我还要在这个继续在这个环境里工作下去，或者怎么样？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自己的处境会不会受到影响。
更加这个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尤其是我们华人这个 immigrant，在很多公司都是 H1B，对吧？这还牵涉到一个雇主 sponsor 的问题，他就更加比较困难，鼓起勇气去对这种情况去进行一个反抗。所以这个事情就不仅仅变成了一个在一个什么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去处理的问题，而变成了一个更复杂的一个自身跟利益相关的一个综合考量的一个事情。嗯，我不知道两位对这种处境是怎么看，就是怎么找到这个度，就是既要对这个 unfairness 来发声。就尽量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么一个权益和自己的利益，而不要对吧？搞得自己很悲惨，我觉得这个反而并不一定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嗯。对，我在分享之前的话，我可能还要再增加一个点，就是你要在去，比如说是否寻求 HR 的帮助之前，要再有一个比较好的判断，就是HR 的专业性。或者说人是会有立场的嘛，那嗯他是秉持比较专业的 HR 的立场去处理这些问题呢，还是他会更偏向于企业，也就是雇主这边嗯哼，employer，他是偏 employer 还是比较中立？你要搞清楚这两个立场，嗯哼所以再去寻求下一步。然后呢，此外就是每一个人其实有一个容纳之窗。那如果说扩大自己容纳之窗的下限，也就是说，就是自身可以有很多的支点，然后去相当于抵御外界的风险嘛，包括说每个人在面对 PUA 的时候，他的应对的那个情绪容纳窗口的下限可能不一样。那有些人可能被 PUA 了一下，他很快就会 trigger 到；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能够累积的比较多，才会出现比较爆发的一个情况。所以呢，那么就是在工作的同时，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修炼吧。一是提高自己的容纳之窗的下限，让自己能够有比较好的保护自己的这样一个情绪机制在。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即便你的壁垒是比较高的，但是不排除还是会有不断 PUA 的情况发生。这时候还是回到那句话，在这个工作同时，就注意要保护好自己，document 起来。当你的证据足够多的时候，同时你也再去寻求就是 option B、option C，对吧？当你已经寻求好你的其他的 option 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哎，我要 fight back 的成本是我可以接受的，那么就去把它 fight back。fight back 的话，其实也会有很多不同的途径，我们稍后可以再深入聊一下。嗯哼。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有一个事情，我 personal 的一种感觉是，其实很多时候当你 feel uncomfortable 的时候，我们注意的一个 philosophy 就是尽量去解决它。当这个 uncomfortable 可能我并不是说一定要是 PUA 或者是 gaslighting 哈，可能就是一些 conversation that you feel bad 啊，这并不一定达到了就是对方对你有一些这个施压的程度。我觉得在工作中碰到任何这样的场景啊，一个好的做法是尝试的把这个摊开来，然后去解决它，就不对对，要不要不要积累。这里有两方面，一方面说也许这是个误会，对吧？也许嗯只是他不小心，或者是他没有照顾好你的感受，或者是其实他并不是这个意思，是你理解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摊开来，也许会消除一些误会。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对你有一些这个PUA 的行为，但是呢，因为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防御，这个反应或者是反抗吧，呃，嗯，这个让他就没有那么容易来对你继续来做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你的反应如果是比较 public，然后也有所动作，比方说你就会跟他谈这个谈话的这个态度，或者是你的这个 communication 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你就直接说 I feel uncomfortable。当你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以后的时候，也许对方就没有那么容易能够继续的对你施压，然后对。来跟你来
对你造成一个长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就不会有一些这样的积累，就比如说啊，我就闷在心里，然后这些东西就老是在那儿，然后因为这发生第一次可能会发生第二次，然后你就越积越多，这长期来看对自己的这个影响是更差的，所以我们叫防微杜渐嘛，就是当碰到这种不舒服的时候，直接的一个反应，immediate 的反应，甚至不需要是特别激烈的什么找 HR 什么，这个可能都不一定需要。就是说出来，就是摊开来讲，可能都会起到一个防范的作用。是的，一刚开始就是 set boundary 是比较重要的，你要让就是合作方知道这个 boundary 在哪里，对吧？说话做事合作的 boundary 在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给出建设性的 feedback，帮助，一个是帮助对方，也帮助自己更好的去跟对方去合作。我觉得这两点都是很重要，set boundary 或者 set expectation，然后再 constructive feedback 建设性的反馈。对，但是当以上两点都不奏效的情况下，那就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了。对，我们刚才其实也谈到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就是 H1B 嘛。我其实虽然我抛出这个问题，但是我也知道，这个问题其实是无解的，尤其是在美国这么一个环境下，很多时候这就是大家的 reality。我觉得这可能上升到一个人生更哲学的层面，就是你如何看待你自己的生活、你的价值。Your life is your life，对吧？你到是，底是怎么去做取舍？最嗯，后可能这个 equation 最终只能在每个人心里去衡量。嗯，很多人说上次那个 Twitter 裁员，对吧？大部分人都裁了。他说估计剩下的人估计全是 H1B 吧，说这谁还在那儿？It's reality，就是 that's true，especially 就是印度和中国的朋友就是会有这样的面临这样的困境。是的，我觉得就是说出来吧，就是你找你自己的 supporting system 去讨论、去说、去谈，你问 AI 也行，对吧？寻求一些 support，寻求一些帮助。我们也不是事事都说大家这不行你就换个工作，对吧？这说实话，但是这个市场换工作也没那么容易，大家到处都裁员，对吧？有个工作就不错了。尽可能的多寻求一些帮助，多去take a second opinion，嗯。然后想办法调试自己的心态。我觉得这就是在当下环境下尽可能的 be positive 了。我觉得，嗯。对对，Eric 如何看？对，我可能，我完全同意两位的这个方向，我可能就给一些具体的建议吧，就如何调整心态。我觉得对我个人而言，冥想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因为它帮助我可以连接自己的身体，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用头脑、用理性去思考一个问题，就会钻到一个牛角尖里面，总是想解这个问题。但是当我们跟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情绪发生连接之后，就会有一种更加灵性的一种体验。这个时候，你的 prioritization，包括对生活中事情的重要性的这种价值观，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在这种眼光里看起来的话，就会不一样。就有点像有一个比喻叫做心灵的阳台，就是说，当你和一个人争吵的时候，如果你离开那个环境，走到阳台去吸一口气，好像刚才的那种非常激烈的场景就会慢慢的变得清晰，说，哦，我 actually what's happening，你就会回想起来，哦，对方说的哪句话 trigger 到了你的什么样的情绪，所以你就设想，也许在你当下并没有一个阳台，但你可以设想心灵有一个这样的阳台，你可以走出去，然后让自己重新回到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我对，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因为我还是拿泽连斯基这个事举例子，事后嗯很多媒体都报道，就这个事情，就是 escalation 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万斯提到那句“你不知道感谢”的时候。嗯，就首先这个事情跟这个协议本身没关系，对吧？跟咱们要对，谈的这个 deal 没关系。
然后你把这个主要的事情放在一边去做这种 personal 的 emotion 的这种 attack，就是特别容易 escalate 整个的这个局面。我觉得 aware of that is very important。我们经常看到在某些局面下会有一些，在一个争吵的环境里，会有一些这个还比较保持清醒的人，经常大家会提醒说，比方说，嘿，大家注意这个，就是对事不对人，大家都是为了公司好，对吧？这个没有必要，对吧？说这些有的没的，对吧？Focus on the topic we're discussing，这是很好的这个 de-escalate 的一种 action，但是前提是你得意识到 this is 嗯，the moment that somebody is saying something not relevant here，and 对，that's the 火上浇油，对吧？让这个情绪就大家都起来。我觉得就是说，意识就是 awareness，就真的是挺重要的。如何提高自己在这方面的这个能嗯。力，意识到什么时候，哎，这个话说的有点过了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一种修炼嘛。我觉得 meditation 肯定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就是做修炼的方法了。对，嗯其实你在争吵的当场是你不可能 meditate 的，对吧？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这个气头上。但是我讲的是你平时还比较没事的时候 meditate，因为它可以使得你的脑回路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在争吵的当场的时候，这种变化本身就帮助你冷静下来，冷静的更快一些。还有一个思维的角度，就是说我们认识到有些时候我们会把自己不喜欢自己的某个方面投射到当前这个人身上，特别是当情绪激动的时候，就是也许对方 doesn't mean it，但我们为什么会总往就是说更加有攻击性的那个方向去猜测，或者是理解对方的话呢？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无论是某些性格呀，还是说某个过去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完全的想通，或者是释放，没有放下。那么这件悬在潜意识里面的事情，就会被当前的某一个可能无心的一句话所重新激发出来。然后激发出来之后，你就会把这种负面的情绪投射到当前这个人身上。也许他只是无心说了一句话，但是你会假设说他背后的那些原因跟你过去也许他完全不知道的事情有关系。对，所有人对世界的认知都是世界在自己脑海里的投射嘛，就是对对对你看对。到的世界就是你认为的世界的样子。对，所以有一个就是反复练习这个善意啊，或者感恩，它其实当然对别人会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对自己的好处更大。就是说，当你投射这样一种善意的时候，其实你会更开心一些。对。嗯嗯，对，幸福是人生的终点站。对。呃哦，刚刚 Eric 提到了几个点，我也想要补充一下，就是刚才 Eric 提到说做 meditation，那这个的话也是我坚持应该已经好多年了，就是大概五六年了吧。然后 Apple Watch 的话，它是有一个那个 mindfulness 的一个。然后你可以把它就设置到你的那个桌面端，就像那手表的桌面端，然后每天早上先点开，先做5分钟的 meditation，然后睡觉之前，然后再做5分钟的 meditation。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做了一个数据嘛，然后看看我每天做了这个动作，早上和晚上分别做这个动作之后，对我那一天的 productivity 或者说happiness 的程度怎么样，我发现有很大的帮助。能够帮我很好的保持当天那个就是开启一整天美好的生活和结束一整天美好的生活。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我觉得做瑜伽吧，就第一 meditation，第二是做瑜伽，它更好的就是帮助你的大脑和你的身体的感受形成更好的连接。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是多回归大自然。有本书叫《绿地绿地拥抱》，绿地绿地，应该是有一句 quote，就是“绿地绿地恢复脑力”，就是其实我们还是动物嘛，我们本质上还是动物，然后还是需要回归到这种自然的环境里面，在大自然里面去释放我们在现代文明社会里面带来的压力。就是回去亲近自然，然后你再回来的话，会有一个很好的压力的释放。然后第四点的话就是，
亲密关系吧。我觉得就是让自己有更多的情感世界的一些连接 connection，会更好的去提高你的情绪的容纳之窗。嗯这是我刚才对 Eric 的一个观点的补充啊。然后关于容纳之窗，我也可以再分享一个点，也是最近读到一篇挺好的文章。对，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个点吧，就是无论是做瑜伽也好，做 meditation 也好，就是建立更多情感的支点也好，就是 supporting group 之类的，其实都是可以提高这个容纳之窗。你可以把它想象为你的容纳的上限和下限。然后，那这上面的话，这个就是神经生物学家他有提到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扇容纳之窗的 window of tolerance。然后的话，在这个容纳之窗内，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觉醒区域，但是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的话，我们就比较难去正常的发挥，包括说我们是情绪失控什么之类的，其实都是在这个容纳窗口之外了。然后只有在这个里面的话，能够就是个人会比较好的去发挥自己的记忆力呀、意志力啊、忍耐力、察觉力，对吧？Awareness 就是察觉力、反思力。但是，一旦是在这个高于那个容纳之窗这一个的话，就是叫做高机动区。然后人的话就会陷入一种打桃僵的模式，就是战斗，when you fight，嗯比较吧。然后逃跑就是算了，打不过，那我就逃跑吧。然后还有一个僵，就是打桃僵。僵的话就是僵住不动，像有一些反应的话，包括说它会暂时的进入一种就是大脑休眠模式，或者说一段短暂性的进入一种就是什么都不想做。其实那个就是大脑进入一种僵，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逃跑或者是僵住的一个模式，其实回归到动物本能的那个反应里面去了。然嗯后，对，所以的话，这个的话，我是补充一个容纳之窗这篇文章所提到的，我们可以多做一些能够让自己扩大这个容纳之窗的事情，比如说 meditation 啊，对吧？早睡早起啊，建立好比较好的生活习惯呀，亲近大自然呀，有更好的情感的 connection，这些的话都是让我们的情感容纳之窗变大一些。嗯，对对，这篇文章还挺好挺好的，挺好。就是前几对，天看到的。我觉得这都是 bring self awareness 一些很好的一些提醒，就是当你对。意识到 this is a thing 的时候，你就会不那么容易陷入这个困境之中。当你意对识到我要去修炼我的容纳之窗的时候，那对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提升你自己的容纳的这个程度。我觉对，得这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觉得我们谈了很多个人方面，我们这谈到最后谈到另外一边去，就是当我们也尝试了各种的方案，对吧？我们这个自身的调试，对吧？我们甚至可能也这个跟 HR 有了一些沟通，但是当这个事情还是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的时候，大家就千万不要忘了，对吧？咱们还是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的这个国度里。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个选择，就是这个法律的这个保护，尤其是当一些 situation 如果是超过了这个劳动法所能够接受的这个程度以后，我觉得 that's the last resort，你还是可以去 try，寻求一些法律的帮助。那当然，这个时候你可能面临的情况就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你可能跟这个公司是基本上是很难再再能够走到一起去了，对吧？如果去对簿公堂的话，这个也是现实情况，所以当然这每个人他都要去对自己的情况做一个取舍，但是就是不要忘了there's a way we can do，而且在美国的这个环境下，劳工部门其实它的 power 还是很大的。嗯你像别的一些地方，比方说拖欠工资，可能是一个很很常见的情况，对吧？大家就是什么调解，然后怎么样？在这里，如果你真的是拖欠工资，这个对于这个公司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一个行为。你找劳工部门，劳工部门一定会这个 immediate action 嗯去纠正这些情况。所以呃，因为大家可能都是 immigrant，可能在这里并没有那么多的根基，很多时候
不是特别敢于或者是愿意去走这条路，但是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 there is a way，就是如果需要的话，还是可以去走这条路。我知道 Sonia 你有一些心得在这方面，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对对，就前段时间刚好有一个小伙伴，有一些相应的经历，就是遭受了一些职场当中不太公正的一些待遇的经历，然后我也是在跟他一起去想办法。那包括是周易刚才提到的一些点啊，还有包括这个小伙伴有很有意思，他的也不是很有意思，应该就是 suffering 的一些经历，就是他入职的时候的话，他收到一个 offer。然后 offer 上面有写他的base salary，再加上他的 bonus。然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他的上司也会以此会不断的去鼓励他，或者说啊，我承诺给你 H1B 呀，然后或者说我给你这种 bonus 呀之类的。但最后他 deliver 了很多很多的项目，到最后的话，就是很失望的发现，其实这些都是用来激励他的一些方式 method。但其实并没有说想要去兑现。嗯哼。还有还有很多，包括就是他也就是见证了公司里面有一些就是也是其他的小伙伴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那我觉得他他跟我讲了这个经历之后的话，我给他想的一些办法就是，第一，把所有这些东西全部 document 起来。对吧？还是回到那个 document 起来。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寻求你所在的 state，你所在的州，甚至你所在的 city，他们的劳工部labor of department，你去寻求去网站上面去搜那个热线电话，然后呢，他们会有相应的 counselor，就是咨询，然后你跟他们反映这个情况，寻求他们的专业的一个见解。然后呢，有一些的话是他们确实可以受理的，他们甚至可以给你发一些fact sheet，就是那个叫事实表，他会根据你给他说的情况，他会给你列出相应的 link，你再可以 refer 进去，take action，看一下怎么去保护那个他的合法利益、合法的利益。然后还有一个的就是，如果从政府层面不去受理一些 case 的话。那么还是可以去寻求一些专门处理，比如说像加州就是有一些律师我知道他们会比较 specialize in 保护华人利益的，就是华人就是 employee 的利益，那也可以去 refer 这一部分律师的帮助。然后我们刚好帮这个小伙伴在处理他的 case 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一些比较好心的律师，到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 recording 下面。可以，对，我在节目们可以放在下面，视频的然后那个有帮助的、视频。有需要的一些小伙伴的话，可以去 refer 这些律师，找他们咨询一下就自己的 case。对还有一对。个的话，我觉得，我们作为华人确实应该互帮互助，我们要建立起自己的 community。这样的话，当面对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不至于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在扛，而是我们作为华人应该作为一个整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原来没有工会的时候，那个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对吧？甚至是那个是007，就是10107，然后是没有双休的，但慢慢的逐渐演化出这种工会的形式啊，然后作为一个整个劳动群体去争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对吧？Fight back。当你的 power 足够大的时候，或者说当你坐在这个谈判桌上的 power 不再是你一个人，而是由你的 community 组建起来的 power 的时候，你坐在谈判桌上面的权利谈判的 power 就会更大一些。嗯。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作为华人 engineer 的群体，然后华人留学生的群体，应该要一起互帮互助，然后组建起一个更加有凝聚力的团体。这样的话，当我们遭受一些不公正待遇的时候，可以 fight back。嗯哼。特对。别好，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们肯定不希望任何人遭受到一些这样的困难的局面，但是一旦这种发生，希望大家能够勇于来寻求帮助，然后，嗯，对。就是一些有经验的朋友肯定是乐于去帮助大家来处理这些问题，就大家不要有这么一个害怕的心态。我觉得很多人就是
一路这么已经趟过来了，过来人可能都会有一些经验的分享，可能会可以帮助到大家。对对，要永远相信，就是没有没有绝路，就没有绝路，就是永远是有别的 option，然对，后永远是会有善意总是多于恶意，然后 mentor 寻求 mentor 的一些帮助，对，包括说我也知道有一些比较好的平台，Mentor Cruise 就是专门可以在上面找很多 mentor 的一个平台。然后的话，如果有一些在职场上遇到一些困境也好，或者发展的瓶颈也好，也是可以去建立更多积极的 relationship。嗯，对，特别好。Sonia 这是在帮我 plug 吗？啊，我也在 Mental Cruise 上，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想找 Eric 做 mentor，可以去那个 MetaCruise 上找他啊。对对欢迎欢迎，对好，对，还是那回到是我们是一个 community，我是们华人留学生、华人工程师、华人 PM，对吧？我们这一群华人的打工人，我们是一个非常就是有凝聚力的团体，就是互帮互助。嗯好，谢谢 Sonia 的总结，这个非常棒。我们这是 end up with positive。There's 嗯，always a way，对吧？总是有方法的，总是有办法的，总是有希望的，总是有一条路，some way we can get out。对，那个行，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的时间，我们一起，对吧？从这个国际大事聊到了我们身边大家都关心的一个职场的一个困境的处理的问题，希望谈到了一些有用的方法和有用的渠道。对在座的各位，如果有需要寻求帮助的，有一些启发和一些帮助吧。那也是再次感谢两位的时间今天也是聊得非常的开心，感谢两位，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了。好，那大家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再见，拜拜。